同一个时间点啊，一个 USB Webcam 同时可以连接到 Mac 跟 Windows， 同一个时间点啊，在安卓跟 iPad 使用。文件摄影机啊，同时在2台电脑使用。各位大家好，这个是 USB 的摄影机。通常啊，这种 USB 摄影机啊，是同一个时间点连接在一台电脑，然后再在电脑上面开启什么 Google Meet 啊、OBS 啊、Skype 啊去做视讯方面的这个应用。那我们在想说，这个 USB Webcam 啊，可不可以同时连接在2台电脑？比如说这个是 Windows， 这个是 Mac， 我同一个时间点要连接到2台电脑，可不可以啊？有人想说，可以啊，我接一个 Hub 啊，你看 Hub 接上去嘛，然后可以分出来，然后再把 USB 连接到这2台电脑。这答案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这个 USB 的摄影机啊，它是 device 是装置，装置啊必须要连接到这个 host， 所以啊同一时间点要将 USB Webcam 连接到2台电脑，这个是非常高难度的。但是啊，我们想说有没有办法可以突破呢？类似像这一种 HDMI 的 splitter， 你看哦 ，HDMI 进入之后，然后分出2路出来，同一个时间点啊，有2台电脑可以看得到，有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想法很简单啊，但是实际做出这个产品是非常的困难。我们还是有做出来这一款叫做 USB Webcam 的 splitter。你看哦，这边就是 USB Webcam 输入，我就连接到这个逻辑摄影机嘛，这样子连接进来。然后有2路输出嘛 ，Webcam 1、Webcam 2。这个 Webcam 输出啊是实体的 Webcam 输出，你不用什么软体去模拟，不用，它就是真实的 Webcam 输出，它就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的一个 Webcam 出来。同一个时间点 ，Windows、Mac 可以抓得到，甚至于啊 ，Windows 跟 Android、Windows 啊跟这个 iPad， 反正啊你的系统、你的主机啊能够支持 UVC 的话，都能够使用。我们先来试试看这个 Windows 跟 Mac 怎么使用。先连接5伏特的电源，然后呢 USB Webcam 输入，我们就连接一个 Webcam。这台是罗技的 Streaming Cam， 我就连接上来。然后这边有个 Webcam Out 1跟 Webcam Out 2，就分别连接 Windows 跟这个 Mac。Webcam 1，我就连接我的 Windows。这边，然后 Webcam 2，我就连接我的 Mac，Mac 我加一个 Hub， 这时候啊，我的 Webcam 就同时连接到我的 Windows 跟我的 Mac。Mac 我用 Google Meet 打开来试试看 ，Google Meet 发起，然后选择摄影机。这个按下去，你看有画面了吧？然后呢，声音的话也可以选择，因为它同时也是有声音的 USB Audio。好的，这时候你看这个 Webcam 啊，就在 Google Meet 上面出来了。接下来我们 Windows 做设定。Windows 啊，我在 Run 上面做设定，选择你要的摄影机，这个 USB Video， 你看出来了吧？同一个时间点啊，一个 USB Webcam 同时可以连接到 Mac 跟 Windows 一起在做视讯会议的使用。同理啊，这个 USB 的这种 C922 也可以啊 ，C922 的 Webcam 啊，它同时也在这个 Mac 跟 Windows 使用。一般我们教学用的这一种 USB 的文件摄影机，这次是艾比科技的文件摄影机，当然也可以使用文件摄影机啊，同时在2台电脑使用。一样的道理，这个是 DJI Pocket 3，DJI 的 Pocket 3啊，它后面有一个 USB 的输出嘛 ，USB 的输出你也可以连接到我们这个转换器，同一个时间点，2台的装置都可以成功的显示，没有问题的。DJI Pocket 3的 USB Webcam 输出，同时让2台电脑可以连接。我们先连接这个 USB-C 的传输线。
这边是 A。好，然后呢，把这一个原本的 Webcam 给拔掉，换上这个 DJI Pocket 3的 UVC output 连接出来。这时候啊，你点它的 Webcam 这边点进去，好，这样啊，画面就同时出来了，有没有 ？DJI Pocket 3啊的 USB Webcam 同时连接2台电脑。也不见得啊，同时要用2台电脑，你也可以搭配这个 iPad 啊。iPad 在 iPadOS 17之后，它开放了实体的 UVC， 你插入 USB Webcam， 它也是能使用的。一样的道理啊，你将这个 USB 2的地方连接到这个 iPad， 这边加一个 USB Hub 哦，连进来。啊，这时候打开你的 APP 啊 ，UVC Player 就看得到画面了。看，打开来，你看就有画面啦。我把这个实物投影机放过来，你看是不是同一个时间点啊？在 Windows 也可以在 iPad 使用。那当然啦，你要看这个 APP 的设定啊。有一些 APP 它只能做录影，你就可以用你的 iPad 做备份嘛，或者是啊，让你的 iPad 啊当成是一个萤幕使用。啊，至于说这个 APP 可不可以直播或者是视讯会议等等，就要看那个 APP 的功能。目前呢，iPadOS 17之后，它开放了 UVC。那就要看这个 UVC 它功能开放到哪里，能够直播就能直播，能够视讯会议就能够视讯会议，这个完全就要看你 APP 有什么功能而定了。同理，我也可以在安卓手机跟 iPad 同一个时间点使用。我这个安卓手机我加一个 USB-C OTG 的线，这个线不能乱用啊，你可以用 USB-C 的 Hub， 你也可以用 USB OTG， 它不是只有单纯是 C 转 A 而已。它这条线很名字叫做 USB-C OTG， 不能乱用这条线，然后把它连接起来。那我的安卓啊，就看到一个提示符号，确认嘛。好，你看安卓的这个相关的 APP 就打开来了。同一个时间点啊，在安卓跟 iPad 使用，一样的道理啊。这个 UVC 啊，可以灌到这安卓里面。至于说这个 APP 是什么功能，录影啊、直播啊，或者是视讯会议，完全是看这个 APP 的功能。如果 APP 没有支持什么直播啊、什么视讯会议，那这样也没有什么意思啊。就完全看这个 APP 它到底有支持什么的功能而定这样子。当然啦，连接这个 USB 文件摄影机啊，是在教学的应用。那在这个专业的直播领域啊，我们可以连接像这种导播机。这个叫做 Enter Mini Pro， 它后面啊这边有个界面叫做 USB-C Webcam 输出。它这个 USB 输出啊，你就想成说它输出的视讯格式就跟这个 Webcam 一样，就跟这个 Webcam 是一样的。那一样的道理，你只要把这一个 USB-C 的 Webcam 输出啊，连接到这一个 USB Webcam 的一进二出分配器，同一个时间点，你也可以在这个安卓啊、iPad 使用。2台电脑使用啊都没有问题的。Enter Mini and Switch， 甚至于啊，你有用过什么 Eurobus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反正呢，你只要是 UVC device 输出，就可以连接到我们这一个 UVC 的一进二出分配器。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相容度吧。基本上啊，你的 USB 的 Webcam 的装置啊，它是 2.0 都能用。好，有一些 USB Webcam 它可能是 3.0 没关系，它能够向下相容 2.0 那也能用。最怕的是有一些 Webcam 它只有 3.0， 它没有办法支持 2.0， 那一种就不能用。就像 Elgato CanLink 那一种就不能用，因为它就有 3.0 的模式出来。像这种罗技的 Webcam 它有 3.0 啊、2.0 都可以支持，那没有问题。像这一种 Enter Mini Pro， 它这款导播机，它虽然输出是 USB 3.0， 但是它也可以向下相容 2.0， 这也可以用，没有问题的。重点就是它要能够向下相容 USB 2.0， 我的这一款设备保证就能够用了。